乔老板，这批货的品质绝了啊！哪怕在会员超市卖到80块一斤，也是上架就秒空。那欧盟有机认证的牌子一挂，咱们市的高端果蔬市场，你算是彻底拿下了。林总过奖了，品质能稳住，全靠自动滴灌系统和土壤管理，光土壤改良就花了1年半。是啊，穆学姐这几年天天睡大棚边上，半夜还得起来看温湿度，这钱是她该赚的。乔老板做事规矩，品控严苛，跟聪明人做生意就是省心。下个月咱们超市搞有机生活周，你这边的供货量还得再提2成，能不能吃得下？没问题，2号棚的果子正好下周进入盛果期，绝对保质保量，给您供上。爸，你听见没？80块一斤，80块啊！刚才那一车少说得有1000斤吧，那岂不是好几万？这娘们这片园子一天能出多少车货？一年得赚多少钱？天宝，你上个月不是还在家里抱怨，说想在村里干点大买卖，不想出去打工受气吗？开啥玩笑，爸，我哪有本钱啊？再说了，种地多累啊！谁让你自己从头种了？现成的摇钱树不就长在咱们村的地皮上吗？爸，你的意思是把这果园弄过来？可是人家当年不是白纸黑字签了5年合同吗？这才第3年，正赚钱的时候，他能乐意给咱们合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当年那份土地承包合同，为了省事儿，直接用的老板村集体土地流转模板签的。那上面有一条附加条款，若遇村集体重大规划调整，有权提前收回土地，给予适当补偿。啥重大规划？笨！我是村长，规划还不是我说了算？只要我开个村委会议，走个过场，说这片地要统一规划搞什么新农村农业示范项目，他乔木学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得给我把地腾出来。那他大棚里那些死贵的机器咋办？还有那个什么滴灌系统，听说光设备就投了小100万呢。走的时候机器还想带走，门儿都没有。就说那些设备算是冲抵咱们村的土地折旧费和青苗补偿费了。他一个外地来的，还能翻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还是爸你老谋深算。等我接手了这果园，我天天躺在办公室里数钱，雇几个人干活就行了。行了，别在这做白日梦了，走回去摇人开会。这块肥肉这2天必须落到咱们老赵家锅里。穆学姐，你看啥呢？又是赵天宝那个二流子，他最近怎么天天在咱们园子附近转悠？不会是想偷果子吧？偷几颗果子事小，怕就怕有些人眼皮子浅，胃口却大得很，想把锅都一起端走。他们敢！白纸黑字的合同在这儿，法治社会，他们还能明抢不成？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有些人是不讲吃相的。不用慌，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儿，去把今天的大棚温湿度的数据传到云端，这3年都有精密数据记录。想摘桃子可以，就怕那桃子里藏着崩断牙齿的石头。赵村长，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乔老板，实在是对不住了。昨晚村委连夜开了个会，上面有新政策，咱们村要搞新农村特色农业产业园，这片地正好在规划的红线里，村里决定提前收回这片土地的使用权。赵村长，您这就不讲理了吧？我们跟村里签的可是5年合同，现在才第3年，正是回本盈利的时候，您凭什么说收就收？违约金你们赔得起吗？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们什么时候违约了？乔老板是读书人，你自己看看，当初签的合同附加条件第3条是怎么写的？果然，漏洞在这儿。赵村长，您所谓的重大规划，就是看我这几年把地养肥了，想直接过来摘现成的桃子吧？乔老板，话别说那么难听，你是外乡人，在咱们这儿也赚了不少钱了，做人得知足。这是村集体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限你3天之内把果园腾出来。3天？这怎么可能？这么多果子还没摘，还有库房里的肥料、工具，还有大棚里的那些自动化设备，3天时间怎么搬得完？搬什么搬？你们种着老屎的草莓，把咱们村的地力都吸干了，这些大棚管子全得留下，算是土地电价费和青苗补偿费。你这是明抢，这些全是我们乔总花钱引进的，凭什么给你们？大家伙说是不是啊？地是咱们的，地上的东西自然也是咱们的。都住手！草莓娇贵，冲突爆发，少说扯皮几个月。他们要躯壳，我要时间。好，我同意解约。穆学姐。认怂了，这娘们认怂了。不过，我有个条件，不用3天，我今天下午就带人走。大棚的骨架、地里的管线，你们既然想要，我嫌拆着费事儿，可以留给你们。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签一份解除绑定协议。什么协议？很简单，确认从今天起，这片土地的经营权、盈亏以及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与我乔木雪个人及我的公司再无任何瓜葛。签了字，这片地连带上面看得到的硬件归你们。
不签，我现在就打电话叫律师过来，咱们在法院慢慢耗。果园的门，你们休想踏进一步。这丫头怎么这么痛快？不会有诈吧？哼，果然是年轻小姑娘，胆子小，怕惹事儿，只想着赶紧撇清关系脱身。行，乔老板是个痛快人，那就祝乔老板以后前程似锦了啊！哈哈哈！乔老板早这么识相多好，放心吧，这果园交到我手里，我肯定让他赚的比你还多。通知工人们，算结清这个月的工资，收拾我们的私人用品、电脑资料，下午撤离。是。慢走啊，乔老板！以后要是混不下去了，欢迎回咱们天宝农庄来打工啊！穆学姐，我们就这么把3年的心血白白送给他们了，我咽不下这口气。那全套的自动化滴灌设备可是花了几10万啊！谁说我白送给他们了？打开看看。这是滴灌系统的核心控制炉板及独家改良营养液。没有炉板，地里的管束就是一堆没用的塑料废品；没有营养液，种出来的只会是路边10块钱3斤的酸草莓。穆学姐，你这招釜底抽薪绝了，他们留下的全是壳子。这还不算完，小雅，拿我的笔记本电脑过来，连上热点。好嘞，我们要干嘛？登录国家农业部的有机认证管理后台。他们抢走了地皮，那我就拔掉这块地皮上最值钱的那根定海神针。那块欧盟有机认证是绑定在我名下的，解除绑定，注销产地资质。我要让赵大凤父子知道，吞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要被活活撑破肚皮的。穆学姐，进入国家农业部有机认证管理以后台了。真的要点吗？这可是我们跑断了腿，熬了2年才拿下来的金字招牌啊！小雅，你要明白一件事，那块牌子之所以叫金字招牌，是因为有我们严格的土壤管理和无菌营养液做支撑。离开了我的品控，那片地长出来的东西根本过不了明年的复审。与其等明年被官方查出质量问题强制摘牌，砸了我牧学有机的招牌，不如我现在就亲手把它作废。点吧。这块地皮绑定的经营主体是我们公司，解约协议一签，我们注销的合情合理合法。穆学姐，我现在真想看看赵天豹过几天拿不出证件信时脸上是什么表情。看着吧，好戏才刚刚开始，失去灵魂的草台班子很快就会原形毕露。天宝哥，以后你可是咱们村的首富了，这几百亩大棚一天不得进账好几万呢？那必须的，你们看着吧，等今天下午林总来拉货，我非得让他把收购价从80块涨到90块不可。乔木雪那女人就是太怂，不懂得拿捏客户。赵老板，不好了，2号大棚里的地干的都快裂缝了，那自动滴灌系统怎么按都没反应啊！多大点事儿，没有电脑你们就不会种地了？老祖宗几千年怎么种的？拉水管进去，直接用水泵抽水浇不就行了？使不得啊，草莓娇贵的很，大棚里湿度是定量的，直接慢灌，水一大全烂根，果子会失去甜味的。啊！少废话，让你浇你就浇，果子干瘪卖不上价，我拿你是问。林总稀客，这果园现在换我当家，以后就是合作伙伴了。换老板了，不过无所谓，我只认果子品质。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不过林总，咱们这收购价得谈，得按90块走。水汽太大，甜度断崖下冻，果肉发空，这就是你说的货。林总，这都是同一片地里长出的，苗还是那个苗，怎么不行？苗没变，但人变了，没有精准控制，算不上高端有机水果。你别瞎说，我这可是有机草莓。那好，经营主体变更，请出示最新的有机认证审核文件。这证件都在屋里呢，地是我们的，证自然也是我们的。是吗？赵老板，你以为有机认证是刻在石头上的吗？你看清楚，这块地的有机认证早在3天前就被合法注销了，现在是黑户，
你敢贴有机的标签，那就是商业欺诈。不可能，他凭什么促销？凭的是人家考的资质。上车走，这批货全部拒收，合同解除。简直是个废物！我把这棵摇钱树交到你手里才3天，几十万的货，你就给我搞成这副德行，林总那边到底怎么回事？爸，这能全怪我吗？谁知道乔木雪那个女人那么阴险，走之前不仅拆了机器里的电脑板，还偷偷把那个什么有机认证给注销了。林总当场查出来了，说我们没资质，一口回绝，连带以后的收购合同都作废了。注销了？他怎么敢？那地是我们的。人家林总说了，那正是绑着他乔木雪公司的名字，他只要签了解约合同，想注销就注销，咱们一点脾气都没有。爸，现在怎么办？没了林总这个大客户，这些货在常温下最多放2天就要烂光了，工人们还在催着结这2天的工钱呢。没了林总，地球就不转了。没有那个什么破证，咱们就不卖了。降价，明天一早，你雇几辆小货车，拉到市里的农贸批发市场去。80块卖不了，咱们卖30块、20块。只要把这几百个棚的果子全清出去，也是180万的进账。爸，你下午没去棚里看，老李他们用水管子乱浇一通，现在棚里又湿又闷。新长出来的果子不仅个头小，颜色还发青，连酸味都没了。别说20块，就是10块钱一斤，批发市场那些人精也未必肯收啊。爸，其实也不是没有挽救的办法。什么办法？快说！我下午偷偷去镇上的农资店转了一圈，老板跟我透了个底。他说，像咱们大水漫灌导致果子品相不好的，有一种特效药。什么特效药？一种强效的膨大剂，外加催红素和增甜剂的混合药水。老板说了，这药效极猛，只要兑水往大棚里一喷，1晚上的功夫，那些发青的小草莓就能像吹气球一样长大，颜色红得发亮，闻起来更是甜香扑鼻，卖相绝对比乔木雪以前种的还要好。这种药合规吗？吃进肚子里不会出事吧？哎呀，爸，你就是太小心了。农贸市场里那些又大又红的反季水果，哪有不打药的？大家不都吃得好好的？再说了，咱们只管批发卖给那些散商，他们再拉到各大菜市场去卖，谁知道货是从哪儿来的？只要果子品相好，咱们这2天赶紧把钱套现，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你去买药，今晚让工人们都回去，咱爷俩亲自下地喷药，记住手脚麻利点，千万别让人看见。好嘞，爸，你就等着明天数钱吧。各位专家，正如数据所示，这3年来，我通过独家调配的生物养液，成功将原本纬量超标的黄土地改良成了超越欧盟标准的极品土壤。这套数字农业模型才是牧雪有机真正的核心壁垒。乔总，你的这份土壤改良数据堪称教科书级别。听说你刚放弃了成熟的果园，这似乎不太符合商业逻辑啊。张院士是放弃一具躯躯，是为了保全核心的大脑。那片土地产权存在隐患，继续耗在那里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迷谈。真正的资产是这套模型，我可以复刻出100个牧雪盆带园。好气魄！现在的年轻人能懂技术又懂断密求生，难得啊！既然你轻装上阵，我们就开门见山了。省里批了智慧农业示范区，占地3000亩，一路绿灯，配套2000万的专项科研扶持资金。我们一致认为你是最佳人选，有没有兴趣打造现代农业航母？感谢各位信任，重任我接了。3个月内1期工程全面投产，半年内修标准会成为全国的行业标杆。穆学姐，怎么样？谈妥了吗？妥了，通知技术团队搬家，明天一早去接收3000亩新地块。从今天起，我们要玩场大的了。爸乔，特效药神了！昨晚喷下去，今天一早果子就吹气似的长，这卖相比乔木雪以前种的还要水灵。好看是好看，但这味道，不管了，赶紧让工人们摘，马上拉去批发市场。赵老板，你这果子看着唬人，里面全是空的，全是大水催的水标，这货没法按精品收，最多给你15块一斤，不能再多。15？你抢劫啊！我们这可是有机大棚出来的。拉倒吧，你这要是有机，菜市场萝卜都能成精。爸，
不能这么贱卖了，你不能就这么贱卖了。咱们这批货少说有几千斤，10几块卖出去，连人工和电费都收不回来。那你说怎么办？烂在地里？爸，我刚才想起来个事儿。乔木雪走的时候，虽然带走了电脑板，但库房里还堆着好几千个没用完的精美包装盒呢，上面全印着木雪有机的金字招牌。你的意思是？林总不收，批发市场压价，那咱们就自己卖给那些散货。网上的消费者懂什么拼口感，他们只认牌子。咱们套上木雪有机的盒子，在同城生鲜网上下单配送，就打着原老板回馈老客户，全场半价的旗号，卖50块一斤，绝对被抢疯。干！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赶紧回去装盒，连夜挂到网上去卖。兄弟们，这2天后台好多宝妈私信我说，同城爆火的那个木雪有机特价草莓，买回去给孩子吃了之后，孩子上吐下泻，有的还起了荨麻疹。崔哥，我以前也测过乔老板的果子，那品质没得说，但这次我也收到了几份粉丝寄来的样品。大家看，这果子个头大的离谱，但果肉发白。今天咱们就在直播间里当着3万人的面，给这批所谓的特价有机草莓做个快检。兄弟们，看清楚了，试剂呈深紫红色，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不仅有极高的农药残留，甚至违规使用了过量的化学保大剂和催红色。这根本不是什么有机水果，这是纯纯的毒果子，长期使用对孕妇和儿童的肝肾功能有极大的损害。穆学姐，出大事了！你快看热搜！赵大富那帮混蛋，他们偷了我们没用完的包装盒，给他们那些打了药的烂草莓套牌，现在全网都在骂我们是黑心商家。连我们新公司的底细都快被网友揉揉出来了，穆学姐，我们赶紧发声明澄清吧。澄清？现在澄清，网友只会觉得我们在推卸责任。他们这么快就开始作死，倒省了我不少功夫。可是姐，这黑锅咱们不能背啊！再这么闹下去，会影响我们省里这个新项目的。谁说我们要背黑锅了？想想我们的新区指挥部。小雅，你是不是忘了3天前我们在车上按下的那个注销按钮？赵大富父子以为套个包装盒就能瞒天过海，却不知道那批包装盒上的有机溯源2维码早已经没用。他们卖的越多，涉案金额就越大。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去联系法务部，把这几天的网暴截图、视频证据全部固定下来。另外，给林总打个电话，请他明天帮我一个忙。好，我这就去办。爸，完了，咱们彻底完了！你快看网上，慌什么？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出什么事了？好几个吃出毛病的都在网上晒了医院的单子，说要联名起诉，警察和市场监管局肯定马上就要来查了。一听就要查爸了。爸，那特效药是咱们去买的，也是咱们半夜喷的。这就是你们爱吃的草莓，太可怕了。这怎么闹得这么大？这要是查出来，这可是卖毒食品啊，是要坐牢的。不，药不是咱们喷的。爸，你糊涂了，那碗明明是咱俩。闭嘴！你给我记住了，咱们接触果园才几天，草莓从开花到结果需要多久？那些药明明是乔木雪那个狠毒的女人走之前因为记恨咱们村收回土地，故意投在水管里撒在土壤里的。对啊，他是老板，是他种出来的，包装盒也是他的，凭什么赖到咱们头上？马上拿手机给我录视频，越惨越好。咱们得赶在官方来查之前，先把这盆脏水泼死在乔木雪头上。只要舆论站在咱们这边，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网友们啊，给我们评评理啊！我们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懂什么大生意。那个乔木雪占用我们村的土地赚了大钱，
今年村里要统筹规划，按合同让他搬走。他表面答应，背地里却往地里下毒动药啊！那些包装盒也是他故意留下的，就是为了陷害我们。我们看果子长得好，好心降价卖给老百姓，谁知道他心肠这么歹毒，想害死大家呀！太无耻了！怎么会有这么倒打一耙的人？明明是他们自己贪心打药，现在全推到你头上，还装成受害者。这就是人性。当他们发现自己即将坠入深渊时，第一反应永远是把别人拉下来垫背。乔总，事情闹得有点大了，你们的新项目正在风口浪尖上，连带觉着我们连锁超市的客服电话都被打爆了，都在质问我们以前为什么要卖你的毒草莓。你打算什么时候反击？林总，请坐。之所以没急着回应，是因为我还在等一样东西。打蛇要打7寸，如果手里只有他们非法使用我包装盒的证据，顶多算是商业纠纷。我要的是让他们永远翻不了身的铁证。喂，是乔老板吗？老李说，哎，是我，乔老板。网上的事儿我全看到了，赵村长他们爷儿俩造孽呀！不仅自己往果子上喷毒药，现在还要往你身上泼脏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老李叔，您别急，慢慢说。您知道他们打药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前天赵天宝逼着我大水漫灌，把果子弄软了。当天半夜，我起夜去方便，亲眼看到他们爷儿俩戴着防毒面具，背着药桶在2号棚里喷药，那味道刺鼻的很，绝对是违禁的炮大剂和催红素。口说无凭，老李叔，你有证据吗？有，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躲在暗处用手机偷偷录了一段视频，虽然有点黑，但能清清楚楚看清是赵大夫和赵天宝的脸。还有，赵天宝去镇上买药的那个农资店老板，以前坑过我，我也知道是谁。我这就把视频给您发过去，需要我作证，我随时去。老李叔，谢谢您，您帮了我大忙了。视频发给我后，您立刻请假回家，这几天不要去果园了，注意安全。等事情查清，暮雪生态园的大门永远向您敞开。死局已定，有这个铁证，看他们还怎么演。小雅，通知下去，明天上午10点，在省城新区的国家级示范园现场召开全网直播的联合新闻发布会。林总，明天我们那份5000万的独家战略采购协议就在发布会上签，您看方便吗？当然方便，明天我配合乔总，给全网的观众上一堂生动的普法课。爸，你快看，咱们昨晚发的那个视频，点赞量已经破100万了，底下的评论全是在骂乔暮雪的。现在全网都认定是他因为丢了果园，怀恨在心往地里投毒，还有不少大 V 也跟着转发，要求市场监管局立案抓他呢。哼，一个小丫头片子，仗着读了几天书，还想跟我斗？在咱们这地界上，我说黑的，他就白不了。爸，还是你这招高啊！不仅把卖毒草莓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还彻底把他名声搞臭了。我刚才看网上有人说，他今天上午要在省城新区搞什么新项目的发布会。既然现在网友都站在咱们这边，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去他发布会上闹。去闹！咱们现在可是受害者，闹得太过分了，会不会适得其反？爸，你糊涂啊！咱们去不是撒泼，是去维权。他走的时候留下的那些毒土，让咱们这几天损失惨重。咱们当着全省媒体的面，要求他赔偿咱们精神损失费和土地修复费。他为了新项目能顺利进行，肯定会花钱消灾。咱们趁机再敲他一笔大的。有道理，赶紧去叫上你大伯和三叔他们，穿得破烂点，带上地里烂掉的草莓，咱们马上包辆面包车去省城。今天非得让他当着媒体的面给咱们跪下认错赔钱。乔总这回怕是悬了，网上的风评太差了，连带省里的投资都在观望。是啊，食品安全可是高线，就算他是冤枉的，这危机公关也很难做。听说那些中毒消费者的家属还在医院拉横幅呢。乔总，针对昨晚网上的爆料，请问你作何解释？暮雪有机草莓导致多名孕妇儿童中毒，是不是因为你失去了果园经营权，蓄意报复社会，在土壤投毒？这位记者朋友，你的问题里包含了2个严重的逻辑错误。第一，我并没有失去经营权，而是我主动放弃了那块充满隐患的土地。第二，所谓投毒更是无稽之谈。借口谁信啊？赵村头发的视频，包装盒都是你的，地也是你种的，不是你还有谁？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大家见证一件事。各位媒体朋友，我是百悦生鲜连锁集团的采购总监林海。今天
我代表百越集团正式与乔木雪女士的新项目智慧农业示范区签署一份为期5年、总价值5000万的战略采购协议。李总，您疯了吗？他现在可是涉嫌生产毒水果的嫌疑人，百越集团这是要砸自己的招牌吗？百越集团从不拿消费者的健康开玩笑。我之所以敢签这5000万，是因为我比在座的各位更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们要找那个毒妇算账，乔木雪，你赔我们的果园，你赔我们的果园，你赔我们的血汗钱。是赵村长，赵村长，你们怎么来了？对于乔总刚才说的主动放弃，你们有什么回应吗？各位记者同志啊，你们要为我们做主啊！这个女人心肠歹毒，她走的时候往地里下了猛药哦，把我们的地全毁了。你们看看这果子全烂了啊！她现在拍拍屁股走人，跑到这儿来开大公司，我们老百姓的死活谁管啊？乔木雪，你今天必须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们一个说法。你不仅要公开道歉，还得赔偿我们这几天的经济损失和土地修复费，少说也得200万，不然这事没完。赵村长、赵天宝，你们要200万的赔偿是吗？对，1分都不能少。好，各位媒体朋友，请仔细看屏幕上的这份文件，这是木雪生态园有机产地认证的注销回运，注销时间是5天前。也就是我签下解约协议离开赵家村的当天下午3点，从那一刻起，那片土地就已经不再具备任何有机资质，在官方系统里，它就是一片普通的农田。也就是说，这5天来，任何打着木雪有机名义售卖的水果，都是彻头彻尾的虚假宣传和商业欺诈。你注销了又怎么样？包装盒是你的。没错，包装盒是我的废弃物资，但这几天同城生鲜平台上销售出去的几千盒草莓，收款账户是谁的？是你赵天宝的实名账户吧？警方只要一查流水，一目了然。你拿着别人的废弃包装，装满自己大棚里的劣质果子，高价卖给消费者，这就是所谓的老实农民。收款账户是赵天宝的，那这不就是典型的套牌造假吗？用废弃包装盒卖高价，这可是实打实的诈骗啊！卖盒子怎么了？那果子也是你投的毒。你要是不投毒，我们能卖出有问题的果子吗？你这是转移视线。投毒？赵村长，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既然你们非要把事情做绝，那今天我就送你们一份大礼。爸，这特效药真管用，1晚上就能催红变大。废话，加了膨大剂能不管用吗？赶紧喷，明天拿去卖高价，别让人看见了。赵村长，视频里的人是你和赵天宝吧？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在自己大棚里喷洒违禁净化学字样？赵天宝，你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说是乔总投的毒，你在铁证如山，你这是涉嫌诬告陷害吗？用废弃包装和套牌，还把吃坏了身体的消费者责任推给原经者，这就是你们所谓老实巴交的农民。这视频是哪来的？是谁拍的？是不是老李那个老东西？一定是他。那天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果园里值班。你给我闭嘴！你这个蠢货，你胡说八道什么？假的！各位记者同志，这视频是假的，是电脑合成的。现在网上不是有什么 AI 换脸吗？对，就是他花钱找人做的假视频来陷害我们的。赵村长，视频的原件连同拍摄设备的原始数据，我已经交由省公安厅技术鉴定中心进行核实了。是不是合成的？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警察和法医说了算。来人，开班！谁是赵大富？谁是赵天宝？不关我的事，警察同志，这都不关我的事啊！药是我爸让我去买的，主意也是我爸出的，我就是个跑腿的。你个不孝子，老子那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让你当老板？要是你去农资店拿的，网店账号也是你开的，你现在想把脏水全泼给老子？够了，保持安静。赵大富、赵天田，你们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同时涉嫌数额巨大的商业诈骗罪和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在依法对你们2人进行传唤，带走。乔老板，乔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吧！你和警察说说，撤案吧，我们赔钱，把卖草莓的钱全退给你还不行吗？我还没娶媳妇，我不能坐牢啊！赵天宝，你求错人了，你该求的是那些躺在医院里洗胃的孕妇和孩子。从你们决定往土地里喷洒毒药的那一刻起，你们触犯的就不再是我的个人利益，而是法律的底线。法律不会因为你的眼泪而妥协。带下去。天哪，错怪乔总了，原来真正的受害者是他，这反转太绝了，步步为营，逻辑缜密，这才是干大事的企业家啊！各位记者朋友，真相已经大白，
今天我们百越集团不仅要和乔总签下5000万的战略合作协议，我们集团法务部也将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针对赵天宝等人利用废弃包装盒套牌损害百越生鲜名誉的行为，索赔巨额违约金。感谢大家对暮雪生态的关注。网络上的流言蜚语并不会击倒真正做实事的人。旧的果园虽然失去了，但我带走了最核心的技术和最真诚的初心。今天，在这片3000亩的国家级智慧农业示范区的土地上，我宣布新的暮雪农业航母正式起航。半年后，我会用最顶级的无菌有机果蔬向全省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暮雪姐，我们赢了！赵家父子被抓，天宝农庄肯定要被查封了，他们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这就是贪婪的代价。他们以为抢走一块地皮就能抢走别人的成功，却不知道没有与之匹配的能力和底线，抢来的资源只会变成催命的毒药。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打扫战场，全面进场。通知工程队，17智能温室大棚明天必须完成主体钢结构搭建。另外，把老李叔他们原来那批老技术工全部请回来，工资待遇翻倍。失去的我已经让它化为灰烬。现在我们要创造一个真正的农业奇迹。乔老板，我们来报道了。我把原来暮雪生头园的老伙计全联系上了。大家伙一听是你新开的盘子，二话没说，连夜卷铺盖就过来了。老李叔，各位叔伯婶娘，过去在赵家村让大家受委屈了，但在这里我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按我的标准种地，不仅工资翻倍，年底还有园区的效益分红。我们要干的是全国最顶尖的现代农业。暮雪姐，大家伙的住宿和生活用品我都安排好了，就在园区旁边的新建宿舍楼里，标配空调、热水器。另外，刚才法务部那边传来消息，赵大富和赵天包的资产已经被法院全面冻结了。天把农庄由于土壤被违禁农药严重污染，已经被环保部门拉起警戒线，强制要求赵大富倾家荡产进行土壤修复。这辈子他们算是把牢底坐穿，把家底赔光了。那是他们咎由自取，翻篇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抢在初冬降温前，把17500亩的智能温室大棚主体建起来。什么？不发货了？王总，我们可是签了白纸黑字的加急合同，定金都打过去了，你现在跟我说没有货？违约金？这不是违约金的问题，这会耽误我们整个工期的。暮雪姐出事了，最大供应商恒泰建材突然毁约，说厂里接大单，我们的料被无限期推迟，他们宁可双倍赔偿定金。恒泰老板一向精明，宁可亏钱也要违约，说明背后施压的人给出的利益远大于这点违约金。乔总，久仰大名，这块新地皮风水不错啊。你是哪位？自我介绍一下，绿源农业集团常务副总裁孙凯。绿源农业，本省最大的传统农业财团。怎么，孙总也是来视察新园区的？视察不敢当，来看看乔总有没有遇到小困难。听说乔总昨天在发布会上出尽风头，拿了农科院2000万资金，还一口吞下了百越集团5000万的战略采购大单，真是后生可畏啊！孙总消息很灵通，恒泰建材突然断供，是绿源在背后打招呼吧？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做生意不是打打杀杀，更不是靠发几个热搜就能站稳脚跟的。在咱们本省的农业圈子，上到化肥种子，下到钢材玻璃，哪条供应链上没有绿源的影子？恒泰一半利润靠我们养活。我只要一句话，这省内方圆500里，绝对没有任何一家建材厂敢接你的单子。没有钢管，你这3000亩地就是个笑话。等第一场雪下来，你拿什么给百越供货？你们这是恶意竞争，搞商业垄断！小丫头，这叫商业资源的合理调配。乔总，我也不是赶尽杀绝，你把百越的订单转让给绿源。孙总，你的算盘打得很响，只可惜时代变了。你以为控制了几个传统的低端建材厂就能卡住智慧农业的脖子？你什么意思？想硬扛？年轻人别意气用事，外省的钢材运过来，黄花菜都凉了。谁说我要用传统的镀锌钢管了？算算时间，也该到了。华科航材，那是国家级的航空轻质合金和特种高分子材料供应商，他们怎么会来这里？请问是乔暮雪乔总吗？我们是华科航材的工程调配部，您订购的17500亩特种航天级轻质高强合金骨架和智能光伏隔热玻璃已经全部运达。这批材料自重只有传统钢材的1/3，抗风雪抗压能力却提升了5倍，完全采用模质化拼装，不需要电焊，1周内就能完成主体搭建。不可能，这种级别的特种材料根本不会对民营农业企业开放。
你怎么可能拿得到订单？孙总，不要用你那传统收割收思维来衡量现代农业的未来。国家批复的智慧农业示范区，背后站着的是整个农科院的技术通道。你妄图用几根破钢管卡我的脖子，除了证明你的傲慢和短视，什么也改变不了。至于你想吞下百越的订单，3个月后我会让绿源集团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品质碾压。好一个乔木雪，咱们走着瞧，这3000亩地有你哭的时候。穆学姐，太爽了！你早就安排好了华科航材，干嘛不早告诉我？害我白担心一场。商场如战场，底牌不能随意翻开。绿源集团盘根错节，这只是他们试探性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一定还会在病虫害甚至最终的销售渠道上做手脚。大家准备开工，让那些守旧的垄断者看看什么是属于我们的中国速度。怎么回事？乔老板，你看看这叶子被盗，是变异的红火蟒，这玩意儿繁殖速度极快，2、3天就能吸干一片大棚。可是咱们的大棚是全封闭、无菌除虫过滤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些虫子是怎么大规模爆出来的？这还用问吗？肯定是有人故意投毒放虫。除了那个姓孙的，谁还会这么阴损？现在不是追究谁放虫的时候。老李叔，按照传统的处理方法，这种规模的虫害怎么治？没法治了啊，乔老板。这种变异红火板抗盗性极强，如果用常规的农药根本压不住，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超强效的剧毒化学杀虫剂，闭棚熏蒸1整晚。绝对不行！我们跟百越集团签的是顶级有机供货合同，一旦使用了化学杀虫剂，果子里的农药残留绝对超标，不仅有机认证会立刻作废，咱们还要面临5000万的违约金赔偿，这分明就是逼我们自寻死路。乔总，这么早就醒了，看来这做大老板睡眠质量确实不高啊。孙总的闲情逸致倒是不错，大半夜的就为了给我打个请安电话。哈哈，乔总说笑了，我这人呢一向古道热肠。我听说乔总的新园区最近似乎遇到了点小麻烦，好像是一种很罕见的红火蟒。哎呀，这东西可不好处理啊，摇起叶子来那叫一个秋风扫落叶。果然是你捣的鬼。孙凯，指使他人潜入封闭园区投放害虫，这可是破坏生产经营罪，涉案金额这么大，足够你在里面待上10年了。哈哈哈哈哈哈！乔总，说话要讲证据，虫子长了腿自己爬进去的，关我什么事儿？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可是来送温暖的。说出你的条件。痛快！我手里刚好有一批能特效灭杀红火蟒的化学药剂，你现在面临死局，不用我的药，你的果子全得死；用了我的药，你的有机认证就得废。无论怎样，你百越集团的合同都保不住了。所以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你的农业技术专利以及这3000亩园区的控制权，以1000万的底价转让给绿源集团。我不仅帮你灭了这波虫子，还可以让你留在园区继续做个技术主管。这是你唯一能挽回部分损失的方法。怎么样，乔总，考虑一下。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不要用你那落后的传统思维来衡量现代智慧农业。你什么意思？死到临头了还嘴硬？你以为你在我的大棚里放了几把虫子就能卡住我的脖子？你对真正的农业科技一无所知。孙凯，记住今天的话，这3000亩地你1寸都拿不走。我会让你的傲慢连同你背后那腐朽的垄断体系一起陪葬。穆学姐，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各位不用慌，既然有不速之客上门，那我们就关门打狗。老李说，通知所有技术员立刻将所有大棚的通风口开启到最大微孔过滤状态，保持棚内温度在25度。可是乔老板，这温度正好是红火龙最喜欢的环境啊，它们会繁殖得更快的。我要的就是它们繁殖，它们繁殖的越多，我们的军队就吃得越饱。穆学姐，这是什么？这几个月，我和省农科学院的专家们除了改良土壤，另一核心机密就是这个，这叫质子盾维螨，是我们经过基因筛选和定向培育出的一种顶级捕食螨。以虫吃虫？没错，这就是现代智慧农业的生物防治。它们对植物毫无兴趣，毕生唯一的食物就是红火美等害虫的成床和虫卵。
而且我们培育的这一批食量惊人，繁殖速度是红活林的5倍。一旦红活林被吃光，它们也会因为失去食物链而在几天内自然衰亡，化作泥土里的养分，完全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2次污染。不用一滴化学农药，用生物链降维打击。穆学姐，你这招简直绝了！孙凯那老狐狸算破了天，也算不到我们手里还有这种高科技底牌。走吧，是时候让我们的军队出征了。没了，一只都没了，草莓保住了，连虫卵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连一滴农药都没打呀！小雅，通知林总，3天后第一批牧雪级顶级智慧有机草莓全面采摘上市，同时准备好我们在全省各大商超的营销通稿。收到，我这就去办。另外，顺便帮我给绿源集团的孙总寄一盒我们新出的草莓过去，附上一张卡片。卡片上写什么？写上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声招呼都不会打。反了，简直是翻了天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不是说那种红满无药可解吗？他乔木雪怎么可能在1天之内把虫子全灭了，还赶上了今天的首批采摘？孙总，我们派去打听的人回来说，他根本没用农药，他用的是省农科院最新培育的生物捕食螨，以虫吃虫，纯生态防治。而且因为没用农药，他的草莓品质出奇的好。百越集团的冷链车今天一早就把他的园区大门给堵满了，抢着拉货。生物防治，省农科院，好个乔木雪，仗着有农科院的背景，真以为自己能在省城的农业圈子里只手遮天了。传我的话下去，启动焦土计划，通知我们集团旗下所有的生态农场，把库存的特级草莓全部调出来。同时，给省内所有跟我们合作的中大型商超发最后通牒：谁敢让百越集团和乔木雪的草莓上架，绿源集团立刻断供他们所有的日常蔬菜、肉禽和粮油。孙总，这招是不是太狠了？生鲜断供，那些商超的老板会和我们拼命的。他们不敢。绿源控制着全省60%的基础生鲜供应链，他们离了乔木雪的草莓顶多少赚点钱，离了绿源的蔬菜肉蛋，他们的超市明天就得关门。可是孙总，如果百越集团硬扛呢？毕竟林总之前跟我们就不对付。百越硬扛，那我就用价格战把他们活活拖死，把我们绿源的草莓价格直接降到成本价的70%，全省铺货。我要让消费者满眼看到的都是我们20-30块一斤的平价特级草莓。我倒要看看乔木雪那80块一斤的高科技有机草莓卖给谁去？就算烂在冷库里，我也要让它血本无还。穆学姐，这批果子太漂亮了，糖酸比达到了黄金比例，连农科院的张院士尝了都赞不绝口呢。林总，您怎么亲自过来了？是冷链运输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乔总，绿源集团疯了。孙凯发动了全省的生鲜渠道封杀令，就在昨天1天，省内排名前10的连锁商超里有8家联合发表声明，拒绝上架我们百越集团代理的牧雪品牌草莓。原因是绿源集团用基础生鲜的断供作为威胁，逼迫他们2选1。这孙凯也太无耻了吧！搞这种下三滥的连锁垄断，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这还不算最狠的，孙凯把他们绿源集团冷库里所有的草莓以30块钱一斤的跳楼价铺满了全市大大小小的水果店和菜市场，现在外面铺天盖地都是绿源的广告，主打平价特级。老百姓一看价格相差这么悬殊，全去抢绿源的货了。乔总，虽然百越集团可以硬扛绿源的封杀，只在我们自己的门店销售你的草莓，但价格战是残酷的，50块钱的炸价足以让90%的消费者倒戈。我们的高端客群虽然忠诚，但毕竟体量有限，你这几百个大棚的产量，如果只靠百越消化，周期拉得太长，冷链仓储成本会把我们双方都拖垮的。孙凯以为把池塘里的水搅浑就能逼死海里的龙。林总，您觉得我们的草莓品质到底值不值80块？当然值。这是我做生鲜采购10年来见过的最顶级的有机品质，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指标，绿源那种大棚货根本连给它提鞋都不配。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自降身价去跟他在泥潭里打价格战？林总，孙凯这是在帮我们啊！绿源的低价倾销看似抢占了市场，实则是在帮我们自动过滤掉那些只看重价格不注重极致品质的低端客源。他用成本价死磕本地市场，那我们就把本地市场这块池塘暂时让给他。让给他？那我们这几千吨的产能往哪销？林总，这3个月来，农科院的张院士不仅给了我技术支持，还帮我把我们园区的土壤数据、水质报告以及每一批果实的微量元素检测单打包发送到了国际顶尖的农业认证机构。昨天下午，最终的评估结果出来了，我们的牧雪草莓不仅完美通过了欧盟最苛刻的有机食品面检认证，更是达到了全球顶级生鲜直供的 S 级标准。这是进入国际高端市场的通行证。整个亚洲能拿到这个 S 级免检认证的水果企业不超过5家。不仅如此，2分钟前我的邮箱收到了一份电子回据，
阿联酋皇室采购办以及3家国际顶级航空公司的头等舱供应部，在看到我们的认证资质和张院士的背书后，已经向我们发出了初步的采购意向书。林总，百越集团的海外高端商超渠道一直被几家国际巨头压制，现在我手里拿着通往全球最顶层市场的钥匙，这5000万的货，我们不卖给本地大妈，我们直接打包出口，卖到迪拜的帆船脚店，卖到国际航班的头等舱里。至于收购价，在那种级别的市场，80块人民币一斤，不，我们要卖80美元一斤。干了，乔总！百越的国际物流线马上全功率运转，这几天就让绿源集团在本地市场尽情的烧钱吧。等他们发现我们的货根本没在本地卖的时候，我看孙凯这老狐狸怎么收场。小雅，通知包装部，全面更换国际航空专用的冷链防震包装。第一批500吨货今晚装柜，直飞中东。孙总，这是这周的生鲜销售汇总。我们在全省100多家大型商超和200多个农贸市市场，全面铺开了20块钱一斤的平价特级草莓，销量确实很惊人，库存几乎清空了。既然清空了，你哭丧着个脸干什么？我就不信，面对这种断崖式的低价，乔木雪那80块一斤的草莓还能卖得出去？说吧，他那边的资金链是不是已经断了？百越集团是不是扛不住仓储成本，跟他解约了？孙总，咱们虽然清空了库存，但是因为售价远低于种植和冷链运输成本，这短短1个星期，集团在这一个单品上就硬生生亏损了将近1500万啊！1500万算什么？这是为了肃清竞争对手必须付出的战略成本。只要能把乔木云和他背后的农科院技术逼到破产，让他跪着把那3000亩地的控制权和核心数据交给我，这点钱不用半年就能赚回来。回答我的问题，他现在破产没？孙总，乔木雪他根本就没在国内市场卖过一颗草莓。你说什么？没在国内卖？他那500亩大棚的产量，每天少说也有10几吨，不卖难道全都烂在地里了？临海那个老狐狸能眼睁睁看着几千万打水漂？没有烂在地里，您自己看吧，这是今天早上刚刚登上了国际财经频道头条的新闻。就在今日，来自中国的高端智慧农业品牌木雪，凭借其斩获全球最高 S 级有机免检认证的惊人品质，正式独家登陆中东顶级生鲜市场。据悉，这批拥有极致口感和完美营养配的红宝石草莓，将直供迪拜7星级帆船酒店、帆船售家店及皇家航班头等舱。美元？他在赚美元？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到 S 级国际免检认证？孙总，现在省内那些之前被我们强行断供威胁的连锁商超全都炸锅了。他们看了新闻，知道百越集团拿下了全球顶级品牌的国内独家代理权。现在全省的商超老板都联合起来，跑到我们集团楼下抗议，说我们搞恶意垄断，耽误了他们引进国际顶流商品，嚷嚷着要跟我们全面解约，转投百越集团的供货网络。完了。喂，孙凯，你这个蠢猪，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董事会刚刚收到财务预警，你不仅违规挪用公款，打毫无意义的价格战，亏了1500万，还引发了全省渠道商的集体反水。集团的股票今天一开盘就暴跌了8%。董事长，您听我解释，我这是为了……闭嘴！从现在起，你被停职了，马上滚回总部接受审计部门的联合调查。如果查出你以权谋私，你就准备去吃牢饭吧。陶总，第一批出口的500吨货款已经全额打入公司外汇账户了。这批货的净利润抵得上我们在国内卖1年的。百越集团跟着乔总，这次算是彻底在国际高端生鲜界扬名立山了。老李叔、张叔，你们严苛的品控，林总那边高效的报关与物流渠道，缺一不可。木雪姐，你是没看到今天网上的动静？咱们在迪拜大卖的新闻传回国内，网友们都沸腾了，大家都在说木雪有机是农业界的国货之光，赚外国人的钱太解气了。现在国内网上全是在求购咱们草莓的留言，甚至有人愿意出200块一斤买黄牛手里的货。国货之光不敢当，但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国际上对中国农业大而不精、靠农药催熟的刻板印象。我们要用最硬核的数据和品质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智慧生态农业。乔总，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走？现在绿源集团元气大伤，孙凯已经被停职调查了，省内的生鲜渠道出现了一大片空白的好时机。绿源的倒台是必然的，他们那种靠打压和垄断维持的商业模式早该被淘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他们的老路。林总，我准备启动2期工程，但这一次我们不种草莓了。
不种草莓？单品爆款虽然赚钱，但无法构成生态壁垒。2期的1000亩，我要做特级抗命中病高能大豆，以及全自动智慧果蔬矩阵。我要把农科院实验室里那些因为缺乏资金和场地而未能落地的尖端科研项目，全部在我们的园区进行商业化量产。我要做的不仅仅是一个高端水果品牌，我要打造的是能够真正引领全省乃至全国基础农业升级的农业硅谷。我要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最安全、最优质、科技含量最高的粮食。乔总，百闻不如一见。这片园区的现代化程度，即便是放在整个亚洲，也是首屈一指的，后生可畏呀。乔总是个爽快人，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我今天来，首先是替我那个不成器的副总裁孙凯向你道个歉。他心胸狭隘，为了抢占市场，竟然对贵公司采取了极其恶劣的价格战和渠道封锁，这完全违背了绿源集团的初衷，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雷董事长客气了，孙总的指教我也算是领教过了。不过商业竞争各凭本事，我也借着他的力，顺利打开了中东的国际市场。说起来还要谢谢他的价格战，帮我筛选了客户群体。实不相瞒，孙凯已经被集团董事会正式罢免，并且移交经商部门处理了。绿源集团也因为这次事件股价大幅下跌，传统的生鲜渠道受到了百越集团的猛烈冲击。乔总，我今天来是代表绿源集团向牧雪生态寻求全面战略合作的。合作？是的，深度合作。我承认在尖端农业科技和国际高端认证方面，绿源落后了。但绿源集团在全省深耕20年，我们拥有最庞大的基础农产品分销网络，几百辆大型冷链车，以及遍布全省的仓储中心，这些都是牧雪生态目前急缺的基础设施。我的提议是，绿源集团愿意出资10个亿入股牧雪智慧农业，占股49%，我们将把牧雪生态作为绿源未来的核心高端子品牌来打造。你的技术加上我的渠道和资本，咱们强联合，3年内垄断全国的有机生鲜市场，绝对不是梦。雷董事长，10个亿的估值您确实很有诚意，但是我拒绝。乔总，是因为占股比例不满意？如果你觉得49%太多，我们可以再降40%，这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你要知道，单靠你和百越集团想在短期内铺开全国的基础盘，物流和仓储的成本会拖垮你们的。雷董，您误会了，我拒绝不是因为价格，也不是因为股份，是因为我们对现代农业的底层逻辑认知完全不同。绿源集团的渠道和仓储在传统时代确实是王牌，但在智能化的今天，您引为傲的冷链车队损耗率依然高达12%，您的仓储中心依然靠大量人工盘点，这种重资产低效率模式已是累赘。如果接受注资，牧雪科技基因就会被绿源腐朽体系拖垮。乔总，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了？木秀于笼，风必吹之。牧雪生态虽然拿到了国际订单，但根基毕竟在国内。如果绿源拼死一搏，联合国内其他的传统农业巨头进行联合绞杀，乔总真的有把握全身而退吗？雷董，您刚才看着窗外的大棚，是不是觉得我这2期的1000亩地还要继续种草莓，或者种什么高端有机蔬菜？那是大豆。乔总，你费这么大劲搞了最顶尖的智慧园区，放着利润极高的高端水果不种，去种每斤只能卖几块钱的大豆，你疯了吗？不，雷董，恰恰相反，这才是牧生态真正的护城河。这是省农科院张院士团队研发的最新一代特级抗病虫净高能大豆，出油率比进口大豆高15%，抗旱抗虫害能力极强。目前国内的高端大豆极度依赖进口，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就在今天早上，农业农村部和国家粮食储备局的高层刚刚离开我的园区，他们已经正式将牧雪智慧农业示范区2期列为国家级高能大豆臃肿繁育基地。这不仅是商业项目，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储备科研项目。雷董事长，您刚才说要联合国内的传统巨头对我进行绞杀，那我想请问您打算用您的冷链车和渠道去围堵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重点工程吗？我输了。乔总深谋远虑，雷某佩服的五屌投地。绿源集团在这个时代确实已经是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了。孙开死得不远。雷董事长，请留步。但据您刚才有一点炫硕的客风向，绿源在省内深耕20年，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那些遍布乡间的基础分销网络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因为高层的错误决策而让底层的员工和物流链断裂，也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您愿意放下那高高在上的垄断者姿态，牧雪生态未来量产的平价有机蔬菜和高能大豆副产品，可以交给绿源集团进行全省范围的代理分销。乔总，合作愉快。牧雪姐，你这招打个巴掌给个甜枣用的太绝了，不仅兵不血刃的瓦解了他们的威胁，还白白收编了全省最大的物流分销网络。商战的最高境界不是把竞争对手逼死，而是制定新的规则，让所有有价值的资源都按照你的规则来运转。出结果了，牧雪姐，1号试验田的亩产数据出来了，折干亩产达到了惊人的680公斤，比传统的进口优质大豆亩产高出了整整1倍。
这还只是产量。实验室那边，榨油率和蛋白质含量的复检报告出来了吗？乔总，出来了，榨油率高达26%，蛋白质含量超过45%，这2项核心数据全面碾压了目前国际市场上最顶级的转基因大豆，而且我们是纯正的非转基因、无农药残留的生态良种。好，立刻将所有数据打包加密，直接发送给省农科院张院士和国家粮食储备局专项小组。乔总，恭喜啊！这不仅是木雪生态的丰收，更是咱们国家农业技术的一场大胜战。乔总，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半年前你拒绝我的10亿投资，我还觉得你太傲。现在看来，用10个亿去买一项能打破国际垄断、守护大国粮仓的顶尖技术，是我在痴人说梦。雷董严重了，绿源集团这半年来的数字化物流网，没有你们的高效圆转，我这1000亩大豆也没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化为商业价值。小乔啊，你可是给咱们国家农业立了天大的功劳啊！数据我们收到了，部里的领导看到后连夜召开会议。你这批高能大豆的繁育成功，意味着我们在高端豆油和优质植物蛋白原料上终于有了自己的硬核底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这是木雪生态的荣幸，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国农魂，技术为王，这仅仅是个开始。木雪姐，起风了，你看什么呢？再看我们走过的路，从木雪生态园的几百亩大棚，到这3000亩的国家级智慧农业示范区。小雅，你觉得我们赢在哪儿？赢在我们有最核心的技术，赢在我们不向那些坏人妥协。对，但也不全对。我们真正的护城河，从来都不是这块地皮，也不是某一份合同，而是我们脑海中的知识，是我们对规则的敬畏，是我们想要改变落后现状的野心。记住，别人能抢走的，永远都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真正的财富，永远掌握在那些脚踏实地、仰望凭空的人手里。